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《怪物猎人4季》。这款游戏是 3DS 掌机平台的游戏，我玩了没几天，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装备和技能吧。那在电脑上玩呢是可以模拟的，现在呢就是一个模拟的效果。游戏的本体呢是一个30帧的，我是用了一个60帧的金手指来提高它的画面的流畅度。并且呢，开了一个大概是3倍的画面的分辨率的滤镜，才有现在的画面效果。出门讨伐之前，先吃一个饭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场景的物品的复杂度还是可以的。找一个怪多的吧，这个怪多，一只玉狼龙，一只苍火，一只重甲虫和一只飞甲虫。其中重甲虫和飞甲虫呢，是我第一次打，不太熟悉。那我使用的武器呢是盾斧，也叫充能斧、蓄力斧，这也是4代才加入的武器。之前我根本没用过，因为我玩这款游戏呢是习惯于大剑、太刀、片手、弓、轻弩这些，所以盾斧这个真的需要上手啊。这只玉狼龙看起来不太大。玉狼龙我也是在3季里才打到的，之前玩 P3 好像是没有这个怪了 ，P3 只是有个雷狼，玉狼 P3 有没有已经忘了，时间太久。把斧子先续上了，因为我现在其实是在 G1 刷的装备，所以说比现在的集会所的上位要高一档，那咱们拼血就可以了。这一招呢是超解，蓄力斧呢我看了一下出招表啊，跟着大神学一学，什么小解、大解、超解，主要依靠超解来输出，也让人打 GP 防反。但是像我这种玩了2-3天的，我根本搞不出来防反。慢慢的熟悉吧。另外本作的据说操虫棍也非常的强势，也是本作新加入的，但是呢我没有用啊，据说用棍子开荒啊，一般，因为虫子需要慢慢培养。好，刚才就应该发动一个 GP， 但是呢，它跳远了。现在的版本呢，你使用超解是破红盾的，世界好像已经不破红盾了，感觉更合理。就每次超解完之后，你这个需要重新的进行充能，尤其是我这种刚上手的，就感觉非常的不方便。哦，这个铁山靠，怪物很多招式都是通用的。哎，他倒地了。充能攒瓶，好满了。哦，为什么他趴这一下也有风呀？好别扭。哦，这家伙炸毛了。好，正好中了一发超解。我有耳栓啊，不怕他吼。按错钮，我的天，搞出一个大姐。他应该是去睡觉去了。你看他打了我一下才这么点血，而且我的猫呢也能够回血，所以说对我这种4季的新人来说，感觉拼血流就可以了。在哪儿睡觉？在这儿。让他头来一下。你既然睡觉了，已经没多少血了。哦，一击大姐搞定了。博取一下吧，因为之前的流程打的有点快，等于是冲过来，直到了继位我才刷了一个鬼娃的防具，然后做了一个应该说是材料最没有门槛的盾斧，这种叫黑色大防御吧。本来呢，我玩4季是想用大剑的，后来很多小伙伴建议说，
还是用盾斧或者棍子。然后开荒的话还是建议盾斧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盾斧。那下一个怪呢是苍火龙。苍火是很经典的怪了。别说苍火了，我记得06年我玩怪物猎人2代的时候，被熊火龙就欺负的够呛啊。那个时候只会用片手剑，而且他在3区那张地图飞来飞去，各种窜区，真的是难受。咱们去3区或者8区找一找。天空山这张图呢，感觉景色用色上还是比较单调的。我觉得遗迹平原那张图还是不错。毕竟是掌机，你不能要求它太画面过于华丽，是吧？狗牙还是可以忍受和理解的。然后呢，现在这个画面其实比 3DS 的画面已经好了很多了，但是呢，它还没有一个质变。本作有人做了一个高清的素材包，之前我用 Mason 模拟器，就是 FC 模拟器的时候，给大家录制过一期恶魔城。那个恶魔城呢，就是实时的替换了图像包和音乐包啊，感觉非常华丽，已经接近 PS 的水准了。另外，本作引入了高度差的概念，我尽量给大家骑一次这个龙嘛，龙骑士啊，尽量骑一次。但是需要找机会骑，这个勾引他一下，看能不能骑中啊。苍火啊，这下砍空了，他在空中不是很好骑啊。苍火龙和熊火龙，我最讨厌的一招就是他站在那儿，你过去砍他，他一个小后跳一发火球啊，这招是我最讨厌的，简直了。好，骑中了，骑中了。那下面就是骑乘条，骑乘也是本作新加入的一个元素了。他挣扎的时候，你需要按住 R 键来趴在他身上。咱们有耳栓，不怕他嚎，这样就继续攻击。骑乘条满了，他会倒地。世界呢，骑乘条满了之后，你会给他一个终结攻击，但这里没有。来吧，咱们用，这是2姐吧？用小姐、2姐、大姐。这个姐呢是带有眩晕值的。我也在慢慢的熟悉这个招式啊，慢慢上手吧。有小伙伴跟我说大叔，你打 G2 之前最好把这个各种技能啊练熟了，咱们闪下来他。他在空中飞实在是太讨厌了。那如果招式还练的像现在这样不利索的话，是打不了 G2 的。据说后面还有 G3， 还有什么极限怪、狂龙怪、百四等等。4G 的内容真的很丰富，好砸下来了。棍子的话可以撑杆跳，一场可以骑好几次，但盾斧就做不到了，必须利用这种高低差。闪光弹还有4发，后面还有重甲虫和什么飞甲虫。重甲虫不知道吃不吃地形倾斜了。对，这也是本作一个新的元素，就很多地形会有变化。又倾斜了一下。有的时候地形倾斜的严重了，你只能站那不动啊，就等于被怪控了。已经挂了，已经挂了。咱们再播取一下。那有2个掉落物啊，看一下，2个火龙的红玉，肯定是啊，没有悬念啊。全给红玉吧。什么逆鳞，上位的是红玉，然后继位的是天鳞，都超级难爆，我感觉怨念物。播取一下。盾现在黄了，盾黄了就代表还有30秒倒计时，可能是。那每个瓶子能给红盾撑个30秒。磨个刀，我发现我身上垃圾没少带，各种狩猎道具，没有带落穴陷阱和爆弹，
重甲虫和飞甲虫，他俩应该，因为之前我只打了1次这个怪还是2次，就对他简直太不熟悉了，估计会吃一点亏吧。咱们先试一下他吃不吃闪光弹。我理解虫子不应该吃这个。这有只鹿，鹿的话一个鹿角就相当于一个远古秘药啊，能不能播出来？因为我在某个地方发帖了，我咨询了一下，继位啊继2之后怎么打，有小伙伴建议了，说多攒一点鹿角做远古秘药，这样猫吃了之后你还可以克一个，对吧？2区没有，看看咱们在6区啊，然后在这儿，看这重甲虫长得跟坦克一样，先试一下它会不会被晃。练一下，哎，可以被晃。这个怪招式我不熟悉，不知道它会有什么招。这瓶没红，我现在真的掌握不好这个节奏，这就浪费了一次进攻的机会是。重甲虫真的看得像坦克一样，让我想起了，哎呀，要喷，你看起来就是要喷。这怎么了？尾巴伸起来，哎，天上飞过来，这是飞甲虫还是什么虫？他俩合体了，你看啊，那个呢组成了头部，这2个怪有点中二啊。这什么？哦，我的天啊，真的是坦克呀！看起来有点猛啊。啊，还在推。我觉得我开车就可以了，人家开坦克。我的猫啊，被顶得满屏乱飞啊！哦，又顶了我一下，这直接顶换区了。那咱们刻个样磨个刀吧。回复要戒，再刻个小屏打。这2个猫都挂了，因为呢，我初次接触这款游戏啊，所以说猫的培养呢，我是在很晚才进行的。这2个猫不行，是装备也不行，我的天！他们2个吐了2波玩意儿。超解没解出来。哦，是原地的这种转圈。哎，他已经。哦，放空了，他被晃瞎了之后已经恢复了，我还以为没恢复呢。但是，一般怪恢复了的时候会有一个动作，他呢直接就放这个，那个虫子掉下来还是挂了。看一下啊，掉下来了，没挂。哦，他俩就等于分开了，被打散了是吧？倒地了吗？倒地了，砸他一下。哎，这个货不让砸，哇，他俩可以啊，他俩真的可以合体，还可以分开。哦，这个爪子明显是打坏了。哦，这是他的铁山靠，是这样。软铁跟他拼吧，我觉得他快挂了呀。我这防御性能好像不成啊。怎么着了？倒地了。真抗打呀！这破虫子怎么这么抗打？这毕竟是个坦克，血牛啊！哦，他翻了，翻车了。啊，那他挂了，不用打了。好，还差这只，这只会飞，我给它染个色吧，我怕它跑了，我不知道去哪个区了，因为对这个怪，这2个怪不熟悉。你像苍火龙啊，在这个也就是138区，但是这个怪真的不知道它去哪。
倒地了吧？这是倒地了，因为任务没有结束啊，这是最后2级大怪。跟他拼命就可以，我感觉他起码比这个血牛血要少很多吧。瘸了，拼命就成了。刚正面就刚下来了。十级品送到了，哦，任务完成，那打完了。哇，这2个虫子啊，本作做的这里是比较有创意的，我感觉他俩可以合体，还能分开打架。分开的时候你等于一起面对了2只，然后合体的时候招式也不大一样。他俩喷的时候呢是喷2层。4代玩起来感觉上还是比较传统的，有2个掉落物。然后模拟的效果呢大概就这样，但是这个模拟效果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它是比掌机平台那个加强了。因为画面呢我从30帧给锁了60帧，用金手指锁的。然后呢分辨率方面现在应该是一个3倍的分辨率，它才有现在的这个画质，否则原来的画质是比较差的。那处理器呢我用的是锐龙的2600X，应该是可以全速的60帧的运行，还可以。看一下拿到了什么。我现在应该静下来听一下之前的任务，然后呢直接再熟一下盾斧的这些招式，后面应该会打得顺利一点。据说模拟器也可以联机，但我现在还没有开始连，自己先啃吧，感觉自己慢慢开荒也比较有意思。好，这是城镇里的场景，大家看一下城镇里的这种各种物品的复杂度也可以。掌机平台呢做成这样我是比较满意，画面这种我也能够忍受，毕竟大家也知道我玩的都是 FC 类的游戏是吧？那好吧，那本期呢怪物猎人4季模拟的效果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，可以看出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后边那家伙穿的结云套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